这个是一个水平内收的动作，对不对？它和卧推的区别是什么呢？它可以实现完整的内收的这个幅度，因为卧推的话，推胸的话，是不是到这儿就没了阻力？那你说卧推需要顶峰收缩吗？需不需要？顶峰收缩，记住，也是在抗阻状态下做顶峰收缩才有意义。如果当达到那个收缩的最高点的时候，阻力变成0了，你还是需要做顶峰收缩吗？所以说，记住，做哑铃啊，或者做种推举动作的时候，你在最顶端不需要做过长时间的一个停留，停留时间太长了，那不是费力，那他妈是在休息，对不对？但是它需不需要顶峰收缩？因为它这个整个内收的幅度它是更完整的，从这儿到这儿有没有阻力？也有阻力。所以说记住，这个和我们做那种复合动作推胸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它的内收的幅度更加的完整啊，而且最后阶段有阻力，所以说咱们需要顶峰收缩。那我再问一下大家，那这个重量和卧推比的话，哪个大哪个小？这个小这个大，肯定这个小那个大，为什么？力臂长呀。不，咱们就考虑到这个胸大肌真实的一个肌张力，咱不考虑这些辅助关节，最终到你胸上的这个张力，相对哪个极限更高，哪个极限更小？最大的小大。不对，记住是这个肯定没有卧推大。那从机械张力绝对值的大小来考虑的话，肯定这个要小。为什么？因为肌肉拉到最长的时候和缩到最短的时候，它的力量都会减小。对，那个肌肉的主动长度张力关系。记得那个图吧。所以说，当你拉到最开的时候和缩到最短的时候，你的力量一定是下降的。所以说，你选择的重量，你是考虑到最大的重量，还是考虑到这个最小的重量？你从哪个去选择？你肯定是从你能最小的力量这个缩曲线，你要选择那个它那个重量一定是那个曲线的最低点，是不是啊？才能做完整。因为你要是选择一个高点重量，你放下去你就起不来了，因为拉到最长你力量会下降，你收到最短也会下降，你只能做这个幅度，你后边两头的幅度你都做不到了，对不对？但是杠铃就是这种复合动作推胸来说的话，它的是不是动作幅度小？动作幅度小的话，它基本上这个动作主要的形成都是在曲线哪一段去练？中段是不是最高力量那段？所以说的话，那肯定你要从机械张力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增肌的效果，卧推和夹胸哪个更好一些？卧推更好一些。对，那从肌肉收缩的这个整个完整性那考虑的话，哪个更强一些？是不是这个更强一些？但是我想强调什么？对于刚开始接触的爱好者，第一的话，咱们说了机械张力是第一个要素，是不是？所以说肯定以各种复合推的动作作为一个主要动作。第二的话，它是单关节的，它是复合动作。那你说你一次刺激2到3个肌肉量增长的快，还是刺激1个肌肉增长的快？那肯定你一次练的越多，是不是增长越快，效率越高，是不是？所以说，对于一开始练的时候，确实需要做更多的复合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是不是一无是处？不是。现在有个什么怪圈？就是2极管，就是我靠，你怎么能做夹胸呢？我靠，这个动作你还不如做卧推，这个动作也有存在的这个意义。对吧？你要想让你的肌肉更加饱满的话，那么你的整个行程受力要更加完整一些。